薛律师，您对我可真是一贯的坦诚相待啊！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是他？老高，在你家行凶的那个人已经全撂了，他是受高谭胜雇佣的，而且误杀刘昊天的也是他。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们不能只凭单方面的口供就判定。这上面有高谭胜跟他的通话记录、转账记录，还有中间介绍人的口供，看看吧。陆哥，聊。杀人动机是什么？他说，刚开始请薛律师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底下人都说300万的代理费实在是太贵了，还有人开玩笑说呢，花钱买条人命不也就50万吗？后来等法院快判的时候，他还欠200万的代理费呢，再加上公司缺口比较大，所以干脆就怎么着都能省150万。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谋财害命。谋财害命，150万，就为了150万？我跟老高是从小到大的交情，怎么可能就值150万？你们一定是弄错了，不可能是他。就算是他干的，也不可能是为了这俩糟钱。陆警官，我想见见他。真没想到你会来见我。事已至此，我没什么好说的。咱俩几乎算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这些年，我交集的朋友很多，能够称得上是好朋友的就1、2个，而你，绝对是那一个。别在那儿假惺惺的了。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了100、200万要这么做？这不是一个大数目，我没催着你还，对吗？我不明白。你刚才说咱俩是好兄弟、好朋友是吧，薛大律师？你把我当你的真朋友吗？没错，这个事儿是为了钱，但不是因为钱。
你还记得这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你来我办公室吗？我希望你们能快点。对呀，做生意之间是诚信嘛，对不对？啊，行行行，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啊。怎么样？厅里已经打过招呼了，案子肯定能解决，下周就能出裁定。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公司存亡啊！哎，这4个人如果不解决的话，那后面拆迁户都跟上来了，我都得赔，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一帮刁民，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有我在，放心吧。东子，我就说，只要你出马，没有摆不平的事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说，最近吧，我们公司这个资金缺口有点大，代理费这方面能不能给优惠优惠？那可不行，咱得按规矩办啊。等你有了再给我。喂，正看你照片呢，想我了？想我就不该发穿这么多衣服的照片给我吧？跟人谈事儿呢，在家等我啊。实话跟你说吧，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公司就一直在亏损。这开发商他也不给我钱，底下这些拆迁户我还得给他钱，我一直在垫资啊。就再这么下去啊，我这行也甭干了。是，对。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求你，我儿子最近不是脑瘤要做手术吗？我想找个这方面的专家，别再有什么闪失了。我听说，咱们国家在脑瘤这边有一个院士，是127的这个专家。咱上次吃饭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你127有人吗？你看这2天是不是？我码个局，你把人叫出来，咱们认识认识。没问题啊。白雪说荷塘月色来了批新货，看这照片成色不错啊，哪天咱们去看看？我请你，你没钱。就因为当时我在看手机，你觉得我没有尊重你？你这种人啊，这辈子都想不明白。你可以在上车之前给女士开门，因为那样你显得绅士；你在吃饭的中间提前出去买单，因为那样你显得大方；甚至是你告诉我，我可以暂缓给你律师费，因为那样你很仗义。这么多年，你做的这一切，都像是一场秀。你拿着这些装扮着自己，好让自己变成你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尽管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那是装的，因为在你心里从来就没有瞧得起任何人。薛东，你永远不会真正的关心一个人。这么多年，从小到大，你拿我当过朋友吗？你有朋友吗？怎么接受不了？那你可以继续欺骗自己啊。没错，我是坏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钱。满意了吗？好，你说的都对，我是没有人情味儿，我不配有朋友，我是个混蛋。可你不是这种人啊，你不会为了1、200万去干出这样的事情。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是这种人呢。你还不知道吗？半个月前我儿子手术失败，到现在还没醒过来，生死未卜。专家的事我跟你说过吧？你还记得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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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用送了，我知道出去的路。薛律师，其实我理解你的感受。对，我只是没有朋友。好奇怪。跟我时间接触长了，你就知道了，在我身边的都是。你知道吗？干我们这行，往往会结交到很多朋友，但同时也会树立很多的敌人，而这两者的数量几乎是差不多的。你每天晚上除了去歌厅、舞厅、KTV， 还有夜总会，你都怎么过呀？你都跟谁过呀？你今天一天接的电话我可都听了，不是法官就是你的客户，要么就是带着你吃喝嫖赌的那帮狐朋狗友。他们之间有一个人是真正关心你生死的。那小女孩你看见了吗？最起码人家还有条狗惦记。你呢？你这种人啊，这辈子都想不明白。之前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好督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我，但我要为警队创造一个干净、公平的工作环境，上无禁区，下无死角，外无空白，这才是真的好警队。所以我也就一直提醒着自己，要高度专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回到家里，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什么话都不想说。儿子跟我说话，我觉得幼稚；妻子跟我聊天，我觉得絮叨。我们一家三口每天生活在一起，我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更像是他们两个生活在家里，我一个人却住在隔壁。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明白，以前您老说我跟他这个婚离得不明不白的，其实后来我也经常问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冲突，哪一次矛盾，导致了最后分开的结果？反正人都会变吧，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变了，我也变了，慢慢的就没法在一起了。梁局，您放心，整个我们这季度结案率一定把他们其他人都压下去，啊，长风就不在话下呀。对呀，包括海港，那都是我们败兵啊，对吧？啊，您放心啊。好嘞，好嘞，好，拜拜，梁局啊。哎，好嘞，再见，哎，好，拜拜。先给吕队看一眼，好，他签完字再送走。走，行。这给季真，拿一个灰纸回来，这个只给孙队看一眼。好啊，走。剩下这些给赵处长。啊，走吧，走吧。另外所有的人10分钟以后到我这开会啊，10分钟。我不跟你说了吗？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来一趟呢？
你已经1个礼拜没回过家了，我就是想来确认一下，电话那头还是不是个活人。你这人说话就特别夸张，怎么能都1个礼拜呢？你看，我给你算日子啊，我是7号，8、9、10， 8天了，特别忙。现在全队上下在搞这个结案率的问题，上面压力太大了。20号之前，所有人都得玩命，不光是我回不了家。你问问哪个人回去了？我是中队长，他们不回去，我回得去吗？对吧？这东西算绩效的，你知道吗？政治部刘哥跟我吃饭的时候，专门跟我说过最近的形势。我叫你回趟家，影响你升官了是吧？我记得你们刚结婚那会儿，你过得挺开心的，甚至你们为了小日子，影响到了工作。后来慢慢的，你平衡好了工作和家庭，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工作上。我以为是你们俩协调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根本没有协调好，是我们2个的感情出了问题。本来我以为，过了激情阶段，最后婚姻总是会回归平淡。再加上我们俩都是干公安的，聚少离多，那也正常啊。你们之间有别的问题吧？什么？我们一共也没结婚几年，应该都还没来得及搞外遇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变了。我尽快回家啊。到底哪天？我真说不好，我只能告诉你尽快，行吗？那等你能确定时间的时候，最好提前通知我，否则我都不知道哪天该做饭。好，我知道。他死了。对，这就是个命案。我是说这盆花死了。嗯。可是你答应过要好好对待它，你还说，等它开花的时候，我们一起休年假出去旅游。对啊。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对待它，它已经死了。你这个结案报告怎么写的呀？时间紧怎么了？重写。你下次回家的时候，不一定能看见我了。好的。你说什么？就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不是挺幼稚的？不是小事，从来就不是小事。你看，你现在不还是愿意守在他身旁？应了那句老话，一日夫妻百日恩。不，这是因为他又变了。什么意思？我觉得他受伤以后，好像又变回原来的那个秦池了。到点儿了。今天你得多打一份饭。邱老师，你中午想吃什么？我吃什么都可以。啊，
他也在这吃。啊，想吃什么自个儿打。哎，我自己去打。安全是种虚无的感觉，一如我拥有了全世界，或是一无所有。为了这种无法用任何参数去量化的需求，我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付出。你好，陌生，请您过去。不计回报的付出。我相信，久而久之，总会等来一些善意的回应，理解、帮助、关怀和爱。所有这些，都不会让人生变得更轻松，它甚至会是种负担。只是带着这种负担活下去，我会觉得很温暖。哎，胡队，到了。哎，人呢？不知道啊。哎，你先上去，我出几趟。啊。
住，楚楚，停住！你醒了？快点来人呐！是我，什么？是我。快！马东到。没事吧？要说什么？秦瑶死，我好像做错了什么。我害怕简单，也害怕沉默。沉默太久，容易让人迷失。在很多过于沉默的日子里，我只能麻木地做着一些简单而重复的事情。以为这样就能忽略那些来自心底的呼喊。但其实，他们像无数只大手，撕扯着我表面的沉默。是的，我承认，没有人会喜欢孤独。当时嫌疑人背对着，就在那窗台下面靠墙呢。我一看这10万火急，人命关天呀，我就赶紧上去抄起他怀土，哎，就给压。嫌疑人送下去了。干得好，多亏了胡一彪同志及时赶到，保护了秦直和在场公安人员以及群众的人身安全。这些年来，胡一彪同志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完成了数次重要的任务，而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保证秦直同志的安全。住手！住手！彪子，把实话都撂了吧。要不是刘老大那事儿，你剁了自己的手指头，救了我，否则你现在早是个死人了。虽说官匪是对头，可我马延安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呐。就算有真凭实据，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个大粑粑，马爷，我操你祖宗！当死一样！马爷，住手！这公安局这德行，他们有纪律，不会松口的。你反正咱现在有证据，你不如给他来干脆的。彪子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大粑粑。那西郊的兄弟可都说了，谁说了我就得除掉一个兄弟？照这样下去，我快成光杆司令了。嘱咐他们下手注点意，只要彪子没料，别伤及他性命。最后要是让我查出来是你故意撬的，老子要你的命！鸡春的狗粮都快没了，你买还是我买？就
邱东阳怎么样？医生说那一刀刚好避开了颈动脉，也算是个奇迹了。估计过些天就能出院了。我想起来了，714仓库那天，是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你的头部创伤太严重了，又昏迷了这么久，你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哎，你要是敢骗老子，我还来找你。听明白没有？走，走。干嘛？啊，怎么？心情不好？要你管？有事说事。哎，是你把警察引到我这儿来的，现在有消息了，你给我卖什么关子？消息你跟警察说呗。就那个跟你一起来那小子，怎么联系的？婷婷醒了，你跟他说吧。醒了？啊，你也在？你这死丫头到底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跟你说啊，程老四是找着了，你要不要？说呗，反正我就是个传话筒。你说什么？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就折腾我吧，你折腾死我得了。那个鹏鹏，不是我跟鹏鹏打电话，电话中断了，那个有枪响，快去救他！快呀！你把鹏鹏电话给我，我让人做手机定位。秦师，你要干什么去？医生说你现在必须得休息。等邱老师出院的时候，麻烦你转告他，我有话跟他说。季春交给你了。谢谢。老老实实认命啊，总比连累一家老小好。哎，小陆，来，这舒服吗？不舒服，我不碍事，习惯就好了。是这样，那个咱不是收缴了陈岩的手机吗？然后在电信公司的帮助下，长风支队还原了陈岩前一段时间手机信号的分布情况。1周之内，他的手机多次出现在了朝阳区超指路一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技术处告诉我，这个就是手机信号断断续续的意思。也就是说，他1周之内多次出现在4次，但是每一次他的手机信号到了这儿，就是断断续续的，这怎么解释呢？你看啊，他这手机信号1周之内有4次出现在这地方，而且还断断续续的。我分析啊，他应该是去了一个信号不好的地方，就类似于是什么地下室啊之类的。喂，秦池的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啊？你让他接着电话，或者让他身边小丫头接也行。我没跟他在一块儿。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就出院的时候，冯姐说送他回去，我跟着也不太方便啊。那个，第一，长丰那边刚给了消息，有3个人在垒桥路附近遭遇不明袭击，2死1伤，活下来的人叫彭鹏，现在正送往西平门医院。赶紧找到秦石河那小丫头，通知他们情况。第二，从现在开始，我任何时候打电话，你必须在秦池身边。秋叔，我有点急事儿，我先撤了啊。来。看看，里边。秦队，就活着一个吗？这个现在都不好说。刚才推进去的时候，大夫说肚子上这一枪打穿了胃体，弹头卡在了腰椎上。手术成功的话，他可能会瘫，没取出来就死定了。还有脖子上那一刀，砍得太深，已经失血性休克。2台手术在同时进行，各有60%的成功率。2台手术同时进行，也就是说70%以上，他下不了手术台。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清楚。我和关队是恰巧在附近，听到枪声，我赶到的时候，看到枪手正在补枪，我开了3枪，但是他们俩离得太近，地方又狭窄，我就没敢打。枪手持枪逃离现场，关队几乎是同时布控封锁了周边地区，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凶手就1个人，老手啊，1对3。秦队，喝口水吧。对不起，没想到。你早就该想到的，我当初就不应该让彭木帮你们查程岩的事。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次袭击跟我们给他的特勤任务有关。你说呢？我希望有关，因为这样的话说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找对方向比人命还重要是吗？还是说你们觉得彭梦的命根本就不重要？你去哪？哎！我又不是医生，我留在这儿有用吗？
其实我……哎，我来。哎，好嘞。谢谢。哎，邱老师，您这是要干嘛去啊？这就出院了，大夫知道吗？嘘，这可不行，您得先把伤养好了。我就是想回家看看，儿子要高考了，我直接回去呢，省得他带着孩子往医院跑了。哎，晴时的状况怎么样？还好吧？我也说不太好。那我送您回去吧。不用，有时间你多陪陪他。那个，你要是回办公室呢，就把这个带回去，密码是570409。啊？开机密码，近段时间的工作记录，还有调查进度都在里边，你可以看看。那我不看。我跟秦池毕竟……哎呀，行了，你们俩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我完全相信可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对待调查工作的。走了。哎，邱老师，那您刚才又说让我多陪陪他。我相信你对他有感情，完全相信。多陪他呢，是遵从你的内心，尽全力调查真相，是你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他好，两者并不矛盾。走了。弹道比对啊，一定要做详细了。几个人的位置关系查明白。指纹对比结果出来了，和9年前金港支队的一桩积案有关。再继续查，看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是。哎，同志，你哪个单位的？同志，肖让什么？哎，关队。西关支队新上任的副支队长秦队没见过啊。不好意思啊，秦队。关队。肖厂跟我说了2位的来意，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关队，这次的被害人当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特勤人员，我们怀疑这起案件很有可能这件事呢，很可能跟龙华路仓库的案子有关。放心，我会尽量给你们提供支持的。那现在初步勘验的结果是？问你们秦队啊，来这么半天没看出点什么说不过去吧？
把药藏这儿了，说我他妈找不着呢。有没有止痛药？问你话呢，这个是不是？怎么样啊？现在看知道没那么疼了吧？杨公哥杀了我得了！哎呀，那要等到先收回那笔钱才行。你现在全当老板，还没想通这件事儿吧？再他妈不抓紧，警察就找着那笔钱了。哪个警察在找这笔钱？嘿，梅家，停队，啊，来里边请。好，稍等一下，我去拿卷宗啊。行行行，哎，他俩怎么在这儿？我是通过人家夏老师才联系上的赵大哥，所以说，他呢？我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会调酒和煮咖啡的，而且他还是这家店的老板。那，你要的卷宗。我理解你谨慎的心态，没什么好谨慎的。从海港支队私自拿案卷的人是你，出了事你顶着。哎，我说你这人，不好意思啊，赵大哥。得，宋二爷啊。你的治疗和督导，看来收效甚微。之前一度有所缓解，这次昏迷之后，似乎情况又严重了。我指的不是这个，他有严重的自毁倾向。以他的经历，呈现出这样的症状也很正常。不过跟其他问题相比较，这不是最亟待解决的。我还以为你会对他这样的人感兴趣，不打算亲自跟进一下吗？也就是一个希腊神话里边的西西弗斯，谈不上有趣。你市局那边不是还有事儿吗？快去忙吧。是胡一彪，不知道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那你可得抓紧，他可比秦池有趣多了。嘿嘿，你别说啊，野沙发还真挺舒服的。嘿嘿，我该叫你什么呀？是这个大夫呢，医生，还是老师什么的？叫我名字就好，我叫夏雨桐。哦，夏雨桐，夏老师。嘿嘿，那火辣辣的夏老师，您有什么高招可以治好我呀？你觉得呢？我觉得吧，深入了解肯定特好使。怕是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啊？要真有用，我早就试了，不是吗？我知道你皮软骨头硬，我只是搞不清楚你到底是鬼呀，还是兄弟呀？话又说回来了，不管你是谁的人，就冲你这副骄横样儿，姓马的，佩服你。
要不要来点爽的痛快？这是这破玩意儿，子弹都没装吧？当锤子使吗？我就压了1颗。马爷，在道上混，就得认命，这是刀口舔血的营生。你怎么对我，我不怨你。但是你不能只拿空枪和4顿饺子糊弄老子，那你他妈太瞧不起人了。对不起，没烫着您吧？没有，是我不好。对不起。你是病人的家属啊？我不是他的家属。那你是他的朋友？应该说是我哥的朋友，不过也算是我的朋友吧。那个是说，就算是手术成功了，他也有可能会瘫痪吗？哦，你放心吧，我们做医生的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抢救他的啊。谢谢医生。其实啊，有的时候事情要往好处想。校队，有什么事吗？没事。小家伙，别担心，会没事的啊。大夫，鹏鹏怎么样？活过来了吗？手术比较顺利，术后要好好恢复。太好了，谢谢大夫，谢谢您。大夫，我们这边什么时候能进行询问？不用着急，恢复再说吧。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呢？估计1、2天吧。太好了。哎，先生你好。我是市局督察处的，找你们经理。好的，你稍等一下。喂，经理，柜台有人找您。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经理，这位先生找您。哦，哎，你好，我是市局督察处的邱东阳。哦，邱警官您好。您上次打电话让我们准备的材料，现在差不多都齐了。那个，请跟我来吧。好的，谢谢。齐队，我憋了一路了，我必须得跟您说说。咱们理下这个逻辑关系啊，通过指纹比对，发现袭击鹏鹏的凶手跟海港区9年前的一起悬案涉案人相同，所以咱们现在既不相信本市刑侦系统结案率最高的关宏峰支队长，也不去理会长风还冒着热气的那堆证据，
按照您的想法，咱们现在首先必须要做的是来到这个陈年积案的案发现场做实地勘查，通过侦破积案来找到这个凶手。您是这个意思吗？鹏鹏是你派出去的特勤。当时您昏迷了，真的发生了很多事儿。发展特勤我也报备过了，当然知道发生了很多事，但是我现在没精力，没兴趣，更没有时间来听这些事。先办案。秦队，我可以不去纠结为什么你非要查这个案子，啊，我也不质疑通过查旧案来侦破新案的这种方式到底合不合理、可不可行。但是最起码您得告诉我，为什么非得带我来勘察一个9年前的案发现场吧？案卷里已经讲得很清楚，9年前这个训练馆是体大向体育局申请的拆旧建新，但是出了人命了。所以整个这个训练馆，还有全训练中心都被封了。体大没办法了，只好重新打报告。他就在一块新的划拨的土地上新建了一个体育馆，这个地方被封了，直到解封，体大是用不上了，体育局也觉得没有什么新的项目可以建立，那就搁着呗。拆房子是要花钱的，一搁就搁了9年。一个案发现场，保持了9年的时间没有变任何样子，这样的案发现场不值得我们来实地看一下吗？邱警官，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核查了我们支行所有的储户资料，包括抵押、基金、借贷、理财。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个叫程岩的客户，但是他和您给我们提供的身份信息不太相符。后来我们调取了监控，也找着当时给他办理业务的柜员问话，我们发现他在我们这儿办了一个私人保险箱的业务。私人保险箱？对，您看啊，根据我们核查记录发现，在他办理私人保险箱业务之后，一共来过我们这儿6次，但是他1次也没能打开这个保险箱。什么？从来就没打开过？对，通过后台记录显示，他曾经多次试图输入密码，但是都没有输对，1次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警察同志，进来吧。师傅怎么称呼啊？我姓袁。哦，这边。哦，不好意思啊，袁师傅，大周末的都休息了。哎，应该的。我跟你打听个事儿，说9年前这个体育场里边发生了个案子，是吗？对，这里边死过人。哦，你在这工作多久？4年多，快5年了吧。那9年前的案子你都知道？哎，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哦，整个体大的人都知道，第2天就传得满城风雨。怎么了？我这好长时间没来了，哪把钥匙都记不清了。哎，找到了，是这个。哎，来吧。喂。他醒了，你们还不赶紧过来看看？我进不去，不让我。哎，给我。喂，我小闯，手术还算成功。大夫说还得观察一段时间，等情况稳定了再询问吧。我说这家伙怎么也算你们西关的特勤吧？真的假的？过来看一下，别埋怨我到时候没知会你们啊。好，再见。
出事当年啊，警察就把这里查封了，一封就是1年多。等解封的时候，这里边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来这里死过人。别说你们现在过来查了，就是解封当年你们过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什么都看不出来。哎，那这个解封之后，有人来过吗？之前我不敢说，自打我在这儿上班以后，我敢保证，没有第2个人来过。这是脚印儿啊？我的，我踩的。出了事儿以后，这个地方就没再用过，当做仓库。前一阵儿有些不用的东西啊，我就搬进来，扔在那后边。那您看着吧，我就先去忙了。好，好，哎，谢谢这个。哎呀，对不起，我忘了您怎么称呼了。姓袁。全名怎么称呼？袁振华。谢谢袁叔。不客气，不客气。袁振华，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吗？袁振国。他是我哥。亲哥呀？亲哥。你哥也是体大的是吧？他以前也是拳击队的，退役的比较早。退役了以后呢，就在体大当保安了。哦，9年前的时候，你哥正好在这当保安。对。那天晚上他在吗？那天不在，前前后后1个月，他都在医院住院了。什么病啊？那个帕金森引起的大脑出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练拳的时候留下的后遗症，到后来人家医院诊断说这是家族遗传。所以你这个，对，家族遗传。那警察同志，您在这看，钥匙我给您放这儿了。好，走的时候把门锁好就行了。谢谢袁叔，不客气，不客气。哎。秦队，刚刚接到通知，鹏鹏醒了，手术还算成功，咱们得去一趟呀。哎，秦队，哎，银行这边我已经查到了，是程年以个人的名义在这边开了一个私人保险柜，所以他多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保险柜里面装的是什么呀？这我不清楚，不过他之前装的什么，现在那东西应该还在那里面。怎么讲？这家伙记忆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每一次来，密码输入都是错误的。那如果我们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呢？这你还用问我吗？啊？介绍信、办案说明、搜查证啊。行，那我搞定手续就联系你。别，办完手续你自己跑一趟，我暂时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哎呀！迟到了！等着急了吧？爸，你怎么又迟到啊？这菜都凉了。
秦队，长风那边刚刚又追了个电话，说鉴于鹏鹏是咱们的特勤，于情于理，咱们都得去一趟呀。等我看完现场就去。不是我催你啊，长风的兄弟们都在那儿等着呢。你要着急，你先去一趟。胡队刚刚交代完我，让我寸步不离的跟着你。你们俩都是我领导，我夹在中间，我不好做的。您看这样行吗？咱们俩先过去，等那边完事儿，我再陪您回来，咱们继续勘察。爸呀，其实对于你请我们吃饭这件事儿，就像那太阳偶尔从西边出来一次一样，我们也不介意，但总得给个理由啊。哎呀，你爸我上个月太忙，把你妈妈的生日都给忘了，今天算是补偿一下。来，老婆，生日快乐！什么就生日啊？上个月你错过的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结婚纪念日？对呀，我的生日还没到呢，我还算你有良心。那先补偿结婚纪念日，端个杯呀。来，陆警官，请坐。陆警官啊，你根本没法想象我们这儿这些客户会往保险箱里边放什么东西，就这个，都算是很正常的了。他这个保险箱密码有什么特殊的吗？哦，看一下啊，8位的组合密码，这个呢是从后台数据里边查到了一个真密码。如果我们要扣押这笔案款的话，需要什么手续吗？通常呢，司法机关让我们冻结这个赃款或是案款，他也会放在银行里边，他们觉得安全可靠。但是，像您这种想提着现金走的情况很少很少。办案需要，你就告诉我需要什么手续吧。其实也没什么手续了，这样吧，你们司法机关给我们银行出具一个扣押的证明，然后我去总行那边跟领导汇报一下。行，那咱们就各找各的领导。好。好。黄子秋是那个案件的专案组长，退休第2年，老伴儿走了。他后来被女儿和女婿接走照顾，这上面是联系地址和电话，去之前打个招呼。我提您就行，对吗？啊。要说名气，你肯定比我大；要说过交情的话，还是提我吧。明白了，谢谢爸。谢我可以啊，没必要单独请我吃饭吧。我就是想跟你吃顿饭。潇潇说，前2天我住院的时候，您没白没黑，好前保后一直守在我身边，自己都快垮了。别提了，人都说啊，跟孩子相处，关键是看带他一辈子最重要的几个。我好像都没有踩在点儿上，是吗？不是，没有。服务员，请问有什么需要吗？帮我拿个菜单。好的，稍等。哎，菜够吃了。啊，我就再点一点，给他带回去。哦。你一会儿是去找小房啊？不是他。
这从醒来到现在，一个字都不吐。你说挨了一枪，给打成哑巴了？秦队，你看我们需不需要配合一下询问工作？毕竟他是你们队里特勤。他是陆明家的特勤，有事你们直接对接。哦，嗨，我以为你是过来替他的。他没来呀。最近有点忙，忙过了他会来。成。我说你哥们儿这醒了到现在，你也不进去慰问一下，就知道吃。我跟鹏鹏要聊什么，也用不着当着你们面聊吧。好，好好吃。我一会儿去查个案子上的事儿。你看看你是留在这儿，还是先回去？回去？回哪儿去？你跟你老婆都破镜重圆了，我回张电灯泡。行。行什么行？哎，鹏鹏是被你们派去调查程岩的下落才弄成这样的，你怎么能不闻不问就走啊？哎，冯姐，我们先走了。好，再见。哎，小陆。小陆。哎，冯姐，你我找邱楚。邱老师上楼取文件了，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等他一会儿吧。哎。啊，这么晚了还工作呢，辛苦哈。你不也一样吗？这么晚还跑来跑去的。你领导应该也还在岗吧？嗨，干咱们这行的不都差不多吗？哎，你找邱老师干什么呀？是不是秦石让你来的？邱处让我来的。哦。哎，回来了。小冯，这是上个星期接到的投诉，你赶紧安排人落实一下具体情况啊。好。哎，小陆，你找小冯啊？我找你。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事儿比找到程岩还重要。我要去查个案子，不能带你，要不然先把你送回家去。你是查案，还是约会啊？查案。那你是查案，随便把我蹲在旁边猫着就行，我保证不烦你。我和小陆约法三章过，绝不会影响你办案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既不能在办公室，又得避开小冯，何苦呢？
你好。啊，小秦，啊，你好。来，喝点水。哎。你说吧。我的想法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也包括您。不就是以督察专案的名义去申请扣押凭证，然后去查封那200万吗？不是查封，而是把那个现金扣押了。可以啊，从银行把它拿出来。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从银行把这个钱送到这个物证科，然后……小陆，你的汉语我听得懂。您看啊，流程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您是不是得把这个手续搞定了？然后咱们去银行把钱拿出来。最后，我的意思是，咱先别把它送到物证科封存。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不，那这样做是违规呀。听说你最近一直走背字儿，不过对你老爹来说，那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黄叔叔，好多人都说之前我跟我爸关系不好，岂止是不好啊，你就没瞧上你老爹。没事儿，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你是做孩子的，哪个不犯点错呢？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就是不知道，如果记忆恢复了的话，我还会不会再变成以前的自己？不可能，你回不去了。没有任何人能回到过去。现在这笔钱对咱们来说是个惊喜，也是迄今为止咱们手里头最好的一张牌。那程岩疯了似的，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笔钱吗？对吧？如果咱们把它封存了，那就是废纸一堆。但是，咱们如果把它当作诱饵，绝对可以达到引蛇出洞的效果。至少有一点上，咱们两个是达成共识的，就是程岩在龙华路案件里面是一个关键人物。只要找到他，秦队是好是歹，陈曦的幕后主使是谁，包括整个行动是基于什么案件，所有的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秦池的？我记得你之前很崇拜秦池。我现在只相信眼前。为什么崇拜他？我说的是之前，是因为他是刑侦系统里的榜样，是公安干警的楷模，纯爷们儿，真汉子，是个英雄，对吗？是因为他就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秋楚，这可是你们队的专案调查，我查的又是我的直接领导上司，你说我是想当哪门子英雄呢？当英雄没有错，尤其是在我们这行，需要榜样。我就是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了，具体这事儿怎么干，能不能干，还得看您。我明白，我去申请手续，接下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就等您这句话了。这就是那孩子，他哥是死在你们手上的吗？很有可能是直接死在我的手上。
知道。看来已经接受了。不好说他现在是不是还认为，至少他已经接受你了。可怜的孩子呀，就剩他一个人了。9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活泼。对父母死的事儿，一点儿都不知道。案卷你看了吗？除了案卷上已经写的，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你都看到什么了？根据专案调查的结果，9年前，陈曦应该算是初涉江湖，但是他的性格好勇斗狠，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就算是在社会上闯得小有名堂。一个20出头的生瓜蛋子，能够迅速掌握资源和利益渠道，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犯罪，背后一定有人支持。他背后这个人，我们一直没找到。您看，黄叔叔，这就是案卷没有写到的。根据现场勘验的还原来看，当时就在陈曦这一伙人风头正劲的时候，有一伙外来的势力绑架了他的父母。通过对尸体的追查，这应该是来自山西的一伙武装犯罪分子。这伙人长期流窜在吕梁、长治还有运城一线，参与黑社会械斗，实施武装抢劫，同时也贩卖枪支。鉴于这2伙势力在犯罪活动上具有竞争性，山西团伙跨省绑票，基本上可以指向一种可能：他们不是在争夺地盘，而是一批货。没错。所以，9年前的那天，发生在训练馆的那次火拼，起因应该是人质交换。确切地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人质交换。拉萨，我操你妈！但是比起结果的失败，我更觉得这场冲突来得蹊跷。怎么个蹊跷法？倒也说不准。总觉得这场枪战是突如其来的。老板，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该封锁的消息出口，我差不多都搞定了。不过公安已经查到了那笔钱，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盯紧点，找机会。找机会干嘛？抢银行还是抢警察？出来混要搞明白一点，不到存亡关头。千万别和国家作对。龙华路那一次就够冒险的，好在阴差阳错，事情快过去了。您的意思是？200万是一个数目，换作是谁啊，谁都会心疼。不过花了这笔钱，只要没有其他的节外生枝和是非，
是可以的。我明白您的意思。怎么了？想说什么？老板，我总觉得凡事有比较。这笔钱毕竟是您的，但凡是要有机会能把它找回来，总比找不回来要强吧？你有心就好，你先安排好陈岩的事，要低调一点。至于这笔钱，你看着办吧。人拿回来，就算你的花红。谢谢老板。当年我一进入现场，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我，那就是案发地点绝不是个适合埋伏和火拼的场所。训练馆都是高开的立窗，半点也不隔音，场馆内只有一南一北的出口，场地里全是器械，没处藏没处躲，进不好进，出也不好出。所以现场死了3个人，双方谁都没有时间在等到公安来之前把尸体收走。山西那伙人也就算了，陈曦这儿呢，可是亲爹亲妈呀。也许干他们这行的，都不是一般的冷血。陈曦嘛，因为父母被害，跟山西那帮人啊结了梁子，虽然一直没有传唤他，但通过特情和耳目的线报，了解到案发后不久，他就带着手下去了山西。他找到那伙人了吗？不知道，反正等我带着专案组赶到的时候，虽说有地方的警力协助，也没找到那伙人。自从陈曦去了山西，这伙人就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活不见人。回来以后，我又陆续接到了山西同行发来的消息，说是陈曦一伙人接手了那群山西人的生意，成为了运城一线的新霸主。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死不见尸才对。肖大哥，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说派出去的特勤，连自己的东家都不认这个事儿吗？没有。医生不是说他可能会瘫，是。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因为恨你，才一字不提的。什么意思啊？关队听了汇报以后，觉得这个姓彭的可能受到了某种威胁。就现场抵抗情况来说，这种威胁远比死亡严重的多。那如果说咱们给他和他的家人足够强的保护呢？这话搁你信吗？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结果谁想到他……哎，你说最起码的，他就不想把伤害他成这样的人绳之以法吗？小子，我和关队干这行干了这么多年，多么狠的主我们都尝过。每天受到的威胁比中介的推销都频繁，但关队秉承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全队上下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什么原则呀？谁有种呢，谁自己上。但谁也没有资格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勇敢。
叔叔，本来这次请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初案发冲突的起因，但是现在看来，您和我一样也是不清不楚。我还有3个小的细节，想跟您咨询一下。啊，说吧。第一，当初双方为什么会选择综合训练场作为一个交换的地点？按说这个地方确实像您所说的，不适合埋伏和火并，作为一个多人交涉的地方，可以。但是双方都选择在这个地方交换，是有什么便利吗？当年在这里值班的是体大因伤退役的一名运动员，姓袁，叫袁振国。对，他还有个弟弟，哥俩都是拳击运动员。我们查过，案发时哥哥住院观察快1周了，弟弟呢在巡天桥那边集训。鉴于训练馆的门不是被撬的，那我们就推测，有人在袁振国住院期间偷了这把钥匙。一个废弃的训练园区，加上无人看守，算是比较合适的了。第2个问题，他当时在哪儿？啊，他在采访小学念书，对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一无所知。后来是晨曦告诉他，爸妈出门旅行了，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每天呢，都有人到学校接他，给他做饭吃。后来我们追查到是晨曦付费，委托了一家家政公司，到了晚上，晨曦或者他的手下再把他接回家。那案发当天，老样子，家政公司的保姆说，那天他照常去接孩子，吃了饭，下楼在小公园里玩了一会儿，没什么异常。而晨曦呢，也没有派人对他进行保护，这也是我觉得事发突然的原因之一。第3个问题，据现场的勘验以及尸检报告来看，有1名嫌犯先是中枪倒地，而后遭到后脑补枪死亡。您对这种补枪的手法，包括射杀庞海的人，有什么了解吗？庞海后脑被补了1枪，这很特别吗？这一个疑点对我很重要。有什么理由让你对这个细节格外关注？7幺4龙华路仓库，敌我双方一共有9个人遭到补枪，所以我至少有9个理由要搞清楚，到底是谁补了这1枪。喂，你说？你睡了吗？没有，没到家呢，在路上。哦，你是在楼下了吗？你怎么知道？
我带他下楼溜一圈。你吃饭了？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所以你找我，你助理今天到督察处去找过邱老师，为什么？不知道，他们俩单独聊的。还有吗？本来想看看你的身体情况，现在看来，我多余操这个心。天太冷了，你坐下，喝杯热牛奶吧。所以，你是觉得我不应该把陈蕊留在这儿住，对吗？这是你的私生活，跟我没有关系。夏雨桐一直说我有社交障碍症，但是你的情绪我是可以捕捉到的。那你对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想法？她很特别，尤其对我，她非常非常重要。啊，当然，我们完全没有男女之间的关系啊。我都说了，这是你的私生活，跟我没关系。我问你了吗？但是你恰恰是因为这个东西才不高兴呢，不是吗？我真觉得你还是昏迷不醒的时候比较可爱。你们还没谈完，外面太冷了，但我能坚持。你早晚得想办法安顿他，否则时间长了，人家女孩子会误会的。有什么可误会的？明摆着是两辈人。他哥还死在我手上。女孩的心思，你不懂。你觉得现在咱们俩算什么？你总会问这些我想不清楚的问题。714之后，从我醒了之后，我忽然发现你很好，所以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那你觉得现在的你变得更好了吗？快去把那孩子叫上来吧，外面太冷了。进。秦队，您找我？你这两天去医院了吗？我去了，昨天去的。
跟长风的兄弟们碰了一下，但是鹏鹏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对，长风的兄弟们分析，他应该是受到了很严重的人身威胁。如果想知道鹏和他的手下在长风到底是被谁袭击的，我觉得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最简单最直接，让他开口。但是人家现在不开口，说明什么？很有可能鹏跟这个凶手是认识的，而且确实有关联证据显示，这个凶手和9年前提到的这个案子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第2个方法最重要，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手段破掉9年前的这个积案，对吗？秦队，你说的这些我都完全赞同。鹏呢，很有可能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也就是说，只要他开口了，这案子就算是破了，对吧？那现在咱们的重中之重，不是应该让他打消顾虑，跟咱们合作吗？这是最近的一条路啊！你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我们通过积案抓到凶手的话，一石二鸟，事半功倍。这个案子它都不是咱们辖区的案子，这2个案子都不是咱们辖区的案子，但是鹏是你招的特情。是，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9年前的案子你对他有这么深的执念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仔细看看这些案卷。人家大夫可说了啊，他现在不能进食。本来也不是给他买的，那就是给我们买的呗。其实吧，你也不用特意买吃的，想见他就进去呗。我不跟着你。你吃不吃？不用了，不管你了啊。没事。你要是不想理我，没关系，我说，你听。从小到大，我就一直觉得，你和我哥一样，是永远不会倒下的人。无论
我犯错了多少事儿，落到了什么样的境地。我只要找到你们，我就可以万事平安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我这个麻烦精，你冒了多大的险，你干了多少受累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放手啊！跑起来！哎呀，篮下保护怎么做的呀？啊！再来一次啊！徐老师啊，哎，您好，您好，之前跟您打过电话啊，是，当年那个案子您还记得吗？我们再次做一下记录啊。当时啊，我们在那儿训练跑步来着。好，我知道，一会儿见。可能因为当年这个刑侦手段比较有限，但是专案调查，人家海港的兄弟还是真挺给力的。我们也不是去查人家专案调查这块的毛病。哎，我就事论事嘛。现在你看啊，当年被杀的除了陈曦的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叫庞海的，他隶属于山西某犯罪集团。当年专案组已经去查过了，估计现在陈曦已经把那伙人给杀光了，所以是条死路。当年附近的居民听到枪声以后，报了警。这个辖区的派出所在赶到之前呢，是最先通知的校保卫处，也就是说是保卫处的人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他们没有人敢进去。换句话说，那天晚上除了那两伙火拼的，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证人。现在陈曦一伙人也死了，也就是说，当年在场的除了这个神秘的杀手以外，所有的人都不在了，仍然是一条死路。继续查吧，总还有没有查到的地方。是啊，我现在也搞清楚，调查这个神秘杀手，不单单是为海港和长风原案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714那天晚上仓库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陈曦的父母被杀了，但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破，所以其实我们始终欠陈曦兄妹一个说法。是，但是这个说法好像也轮不到咱们来给吧？总得有人给。我下午3点要去找趟夏老师，你去我家一趟，去趟我那儿吧，把那个孩子接上，带他吃口饭。我不能离开你。胡队说了，工作时间我必须跟你寸步不离。而且您这身体现在这样，那孩子也老大不小了，你让他打个车过来不完了吗？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但是他关机。不是，去看看。看你的样子，很疲惫，是工作累的，还是没有休息好？哎呀，就是手上还有些事情。
有什么评估吗？速战速决吧。不用做什么评估，我会建议终止你的工作。也许是之前有毒品渗入体内，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甚至不排除是你颅内的伤情发生了恶化，出现了幻觉。你知道吗？在病理上，这接近于精神分裂。我的状况你不是一天两天才知道。我只是提供专业的评估和建议。你能不能继续工作，不由我来决定。仅就官人交往而言啊，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离开。哪儿？离开所有的一切。你对胡一彪也是这个建议吗？陪吃，陪喝，陪聊还陪玩儿。哎，我突然发现这心理辅导是项福利呀。没办法，你这个观察对象太难沟通了，我只能牺牲一些我自己的私人时间了。哎，你这句话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你对我是另眼相待啊？你我之间达成沟通信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实话实说。再说了，这也算得上是对你另眼相待了吧？不是吗？成。尊敬的夏老师，您无微不至、如影随形地陪了我这么长时间，我还不清楚上面委托你到底想辅导我什么呀？上级委托的评估报告，我早已经有了结果，具体的内容不好跟你讲。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你的辅导期结束了。结束了？你是个好刑警。你喜欢你做的这个工作吗？我得啊。公安。这个嘛，就是个生计。生计可是有很多种。什么生计都差不多，你多受点累，其他兄弟就能轻松一点。你肯冒险，其他兄弟就会安全些。通过我自己的渠道，着实这个消息，在我们中间有了雷子的眼线。有人觉得是彪子，但也有些兄弟认为彪子是自己人，冤了他。要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就帮了他。可问题是，如果不是他，我把他做了，那真正的反骨子不还是藏在我们中间吗？马爷，你这说的我有点蒙圈儿，那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今天在场的各位兄弟，只要你有辙，能让他认了，拿出他做眼线的证据来，我们就做了他。之前他所有的生意都归这位兄弟。哼，都不说，都想当老好人。行，我说，哎，但是马爷，我把话说前头了啊。我可不是为了彪子手上的买卖，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算证据了。但是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怎么个明摆着？就凭你拐弯抹角听来的那些消息，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这兄弟们可都知道。
这些年，您好几次差一点出事啊。去年年底，在邢台，咱们和古村的运输队开战；今年春节前，咱们在京港总站铲掉那2家个体户；还有6月初，在秦园东站，咱们抢回那批货。那一次多悬呐！除了马爷您，咱们4个兄弟折了。哎，那几次可都是这个姓胡的打的头阵，和您在一块儿。哎，但每回出事的时候，还偏偏这哥们儿他就不在现场，真不是我撬他。对呀，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公安就扑得这么准？你小子说的对，那天你确实不在。话又说回来了，那天要不是你一路开着从港口把我接上，恐怕连我也被捂在里边了。我们预定的是在古城游乐园后师下手，要不是对方临时改变路线，我们也不得不换在了秦园东站。可是知道这个路线的只有我和彪子，剩下的人都被公安收了。你是怎么知道的？